前阵子我们去吃四川火锅，我老公就特别喜欢吃里面的那个贡菜，所以他在网上自己默默的下单了。收到的时候还是挺翠绿的，今天就用它来做一个酱，然后拌面吃。这个贡菜的话，我们用一半就可以了，另外的我们就放到冰箱保存起来。因为我老公一个人吃酱料，这个水已经够了。我们先加温水给它浸泡30分钟，让它膨胀。准备提前剥好的大蒜100克左右，然后50克的小米椒。因为我怕我老公辣，所以加了一点这种线椒。我们直接用绞肉机给它打成沫。然后我们给它倒出来备用。接下来我们准备一点小葱跟这个香菜哈，这个梗不要去掉，这个用来炸料油很好吃的，切小段。大料的话，我们准备香叶，还有一点花椒跟这个八角。哇，这个怎么泡起来这个膨胀这么多啊？这个有点太多了，颜色好好看呢，实在是出乎意料，太多了。打算就是捏一捏，给它存起来，然后明天做一个小炒肉吃吧。这个贡菜在晒的时候还是有很多灰尘的，所以说我们要给它淘洗干净。哎，像这种有点不太好的就可以不要了。然后我们取一小撮，用手给它拽干水分，尽量拽干哈，等一下做出来比较脆。拽干以后，我们就给它整理成长条，然后观察一下有没有坏的，不然影响它的保质期。然后我们再给它切成2指宽的长度哈。锅里面我们加入食用油，我们先把这个大料下去爆香。小火炸了3分钟左右，有一点点变颜色就可以了。我们可以给它捞起来，这些不要了。接着我们再下入小葱跟香菜，也是小火炸。主要就是把这些料头、大料的香味全部炸到这个油里面。这个就是我们经常做那种凉拌汁里面的那种料油，很香。像这样炸至这种表面有点焦焦的就可以了。我们要给它捞起来。今天用铲子给它压一压哈，不要浪费了这个油。接下来我们就可以下入小米辣跟蒜末哈，也是小火。刚下去水分比较多，所以气泡比较多，我们慢慢熬。熬了3分钟，这些气泡就变密集了。我们开始调味，加入2大勺食盐，2勺白糖，大概2勺的生抽。香醋的话来个小半勺，再来适量的蚝油。搅匀以后，我们就可以下入贡菜了。然后给它翻拌个1分钟，也是小火。翻拌的时候火不要开特别大，也不要煮太久，不然这个贡菜就不脆了。这个剁椒贡菜就是用来拌饭、拌面条，真的是绝子，超香的。我们先倒入碗里面放凉，然后再装入密封罐，3、5天都不会坏的。这样熬好过后，我们就可以煮面条了。开水入锅煮熟。另外一个锅我们煮个裙带菜虾滑汤。这面条煮熟过后，我们就给它捞起来，再加入1勺蒜蓉贡菜，趁热就是这样子给它拌均匀，太香了，满满的蒜蓉。喜欢吃蒜的可以试一下。女儿不敢吃剁椒，我就给她做葱油拌面，撒一点葱花。虾滑浮起来过后，我们下入泡好的裙带菜，然后加入盐跟胡椒粉调味。裙带菜煮个1分钟，我们就可以下入蛋液了。这个汤的话就非常适合就是时间比较赶的朋友，很快速。哇，满满的裹上了。我羊这道鸡爪，太喜欢吃鸡爪，最后一包了。我早上的简包没有吃完，所以我中午的主食就吃这个半个简包吧。鸡爪。今天的主角是我老公，剁椒贡菜，脆脆的贡菜，很好吃。哇，这么脆啊！非常脆。对，来鸡爪。哎，上次他吃火锅有没有吃啊？应该有。我都忘记了有没有给你夹了。看一下。吃泡椒里面，吃鸡爪里面的泡椒。对。真的那么好吃吗？我也试一下。爸爸，你可以吃吗？试一下。会辣吗？有一点，还很咸。很咸。
我觉得好吃。你的辣度可以啊，妹妹，真的是太厉害了。这种剁椒的你都能接受，厉害，点赞。别小看你女儿，没查你的四川度。对。最后一个。我不会干了。我啊？要吃面了，等一下来，最后一个吃，给你。等一下都吃不完了，等一下又要浪费掉。要给妈妈吃比较实在。好嘞，我非常开心吃到这一个，爽。哼